胃镜多久做一次比较好？做多了对胃伤害大吗？医生说出大实话。胃镜检查作为一项重要的消化道健康评估手段，本期影片将围绕其频率、安全性、准备要求及普通与无痛胃镜的选择这4个问题展开详细讨论，为大家提供全面的指导和建议。1. 胃镜多久做一次比较好？对于健康的年轻人群，如果没有相关不适症状，可以3至5年做一次检查。对于老年患者，由于身体机能逐渐下降，胃部疾病的发生率相对较高，建议1至2年做一次胃镜检查，以便随时观察胃部情况。如果患者患有胃溃疡、胃黏膜不典型增生等病症，在治疗后需要定期复查胃镜，以观察溃疡或糜烂面的愈合情况以及黏膜病变的进展情况。一般来说，建议在治疗后3至6个月复查胃镜。如果患者存在消化不良、胃部不适、体重下降等情况，或患有胃息肉、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建议6至12个月检查一次胃镜，以监测病情的变化。对于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等严重胃部疾病的患者，需要更频繁的进行胃镜检查，以评估恶性转化的风险。建议3至6个月进行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有胃癌恶性肿瘤家族史的人群，需要注意定期筛查。一些不良饮食习惯的中老年人也需要注意筛查。出现胃癌相关症状的人群应及时筛查。这类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1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胃镜检查的频率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在进行胃镜检查前，患者应充分了解检查的目的、过程、风险及注意事项，并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出合适的选择。2. 做胃镜伤身体吗？胃镜是一种通过口腔插入胃部的细长管子，前端装有内视镜，用于观察胃部情况。虽然是有创性检查，但对身体的损伤有限。如果检查需要使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麻醉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可能引发过敏反应或其他并发症。对于心肺功能较差的患者，麻醉风险可能更高。现代麻醉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麻醉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正规医院进行胃镜检查时，医生会严格评估患者的麻醉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来降低风险。检查时，胃镜管通过食道进入胃部，可能会损伤食道黏膜。在极少数情况下，这种损伤可能导致气胸，即肺部积气导致呼吸困难，但气胸的发生非常罕见，且通常可以通过及时处理来避免严重后果。还可能会损伤食道或胃壁的血管，严重情况下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止血。一般来说，胃镜引起的出血量较少，可以通过药物或内镜下的止血措施进行处理。需要注意的是，这项检查是有创性检查，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使细菌病毒进入体内。但在正规医院进行胃镜检查时，医生会严格采取无菌操作措施，以降低感染风险。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心律失常、过敏反应、瘢痕形成等。不用太过担心，这些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比较低，即便发生，有经验的医生也能很快的应对。胃镜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并发症，但总体来说，它对身体的伤害是有限的。而且胃镜检查通常不会太过频繁，这也有效降低了检查带来的伤害。面对胃镜检查，选择适合自己的检查频率也非常重要。3. 胃镜检查前的准备要求和注意事项。这项检查需要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进行，如果胃部存在食物，可能会影响检查。一般在检查前建议6至8小时不吃东西，检查前的4小时不喝水。如果患有幽门梗阻这类疾病，食物在胃内消化的更加慢，所以可能会延长进食的时间。在检查时，最好穿宽松舒适的上衣和裤子，这样有利于提高检查效率。我们可以携带一些纸巾、水杯等物品，以备检查后使用。如果需要进行无痛胃镜检查，还需要有家属陪同，并携带证件。在检查前1天，应尽量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检查前1天晚上应避免食用颜色较深的食物，以免影响胃镜检查结果。检查前3至5天应停用抗凝、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华法林等，以防止检查过程中或检查后发生胃出血、
具体停药时间需遵医嘱。如果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需要继续服用降压药物等，但应在检查当天早上用少量水送服，其他药物则应避免服用。检查前至少24小时内应避免吸烟和饮酒，因为烟酒可能刺激胃黏膜，影响检查结果。检查前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检查可能会引起一定的不适和紧张情绪，应尽量放松心情，保持平静。可以通过深呼吸、听音乐等方式来缓解紧张情绪。在进行检查前，要将自己的病史、过敏史以及用药史告知检查医生，由医生对我们进行检查评估，筛查不适合进行检查的风险，有效提高了检查安全性。在检查前一定要将假牙取下来，以免胃镜勾住假牙，影响检查进度。对于年龄较大或有心脏病史的患者，可能需要在检查前进行心电图检查，以评估心脏功能并排除检查禁忌症。如果不清楚自己的情况，医生可能建议进行相关血液检查，筛查是否有风险因素，以提高检查安全性。胃镜检查前的准备要求和注意事项很多，但都是为了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和结果的准确性。应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进行准备，并在检查过程中保持放松和配合。4. 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检查哪个更好？在探讨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检查哪个更好的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两种检查方法各自的特点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与劣势。普通胃镜优点之一是相对便捷，患者无需进行复杂的术前准备，如心电图检查等，且检查过程耗时较短，通常只需5到10分钟，而且无需使用麻醉药物。普通胃镜的检查费用相对较低，大约在几百块，适用于大多数人群，特别是那些对麻醉药物过敏或存在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的患者。这些患者可能无法进行无痛胃镜，但可以选择普通胃镜来完成必要的检查。由于不需要麻醉，所以避免了麻醉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检查过程中，如果患者出现不适或并发症，医生可以及时调整操作，减少潜在风险。这个检查不需要麻醉，所以患者的神志非常清晰，可以有效与检查医生进行沟通，同时协助检查医生调整体位，帮助检查医生更清楚地看到胃内情况。这项检查在神志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承受明显的不适感。当胃镜到达胃内时，我们能够感觉明显的异物感，这种异物感会让我们出现生理性恶心呕吐，这种反应可能会耽误检查的进展。对于某些敏感或紧张的患者，普通胃镜可能无法充分展开检查，患者的紧张情绪可能导致胃肠蠕动加快或收缩加剧，影响医生对胃黏膜等部位的观察和诊断。相较于普通的胃镜检查，无痛检查是在麻醉状态下进行的。胃镜进入胃部时，我们没有感觉，胃部也不会出现生理性恶心呕吐，这大大提高了检查效率，还能更加清楚地看到胃内情况。由于患者处于麻醉状态，因此不会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也不会产生恶心、呕吐等反应，这种状态下可能观察得更加仔细。麻醉后，我们的胃部蠕动也会减少，静止状态下的胃黏膜可以更加细致地进行观察，这样有利于检查医生发现一些细微的病变，有效提高了检查效果。对于需要在胃镜下进行微创治疗的患者来说，无痛胃镜无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在麻醉状态下，患者不会感到疼痛或不适，医生可以更安全、有效地进行治疗操作。无痛胃镜缺点：风险性增加。无痛需要使用麻醉药物，存在一定的麻醉风险，有可能出现呼吸抑制、低血压、心律失常等严重并发症。虽然罕见，但仍需引起足够重视。麻醉药物的过敏反应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素。无痛胃镜需要进行更为复杂的术前准备，除了常规的进食进水外，还需要进行心电图检查以评估患者的心功能状态。这些额外的检查增加了患者的负担和费用。由于无痛胃镜需要使用麻醉药物并等待患者苏醒，因此整个检查过程相对较长，通常需要10至30分钟才能完成整个检查流程。无论是普通胃镜还是无痛胃镜，
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和局限性。这两种检查没有绝对的哪个更好，我们应根据具体情况和需求来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式。在检查前一定要注意相关事项，同时选择正规的检查渠道，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有效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隐患。